Hello，我係 Stephen Law，嚟到非常重要嘅一集啦，幫呢個面板調音做 voicing，即係將呢塊面板調整到我認為最佳嘅性能。咁首先呢，我要講解一下音梁嘅作用。吉他上面嘅音梁呢，最主要係用嚟抵抗弦線嘅拉力，維持成個結構穩定嘅。而去到鋼線吉他上面呢，最常見嘅音梁呢，就係咁樣嘅。咁 X-Brace 係成個吉他面板面最重要嘅結構。咁其實吉他面板順紋方向嘅強度呢，主要就係靠面板自身嘅厚度同埋 X-Brace 嘅高度。咁 X-Brace 唔同嘅角度呢，都會對聲音有影響嘅。然後音孔嘅大細呢，都係對聲音有影響嘅。音孔太細，吉他會好細聲。咁一般鋼線吉他嘅音孔直徑呢，95至102mm 都好常見嘅。然後面板最上面呢支 Upper Transfer Brace， 主要係用嚟支撐吉他上完之後指板下嘅壓力。對於面板調音呢，基本上冇乜用嘅，佢主要係起支撐作用。因為呢個位置喺上完之後呢，會承受非常大嘅力，所以呢個位置呢，一般都視為係無效嘅震動區域。所以其實你個吉他無論有冇 cutaway 呢，理論上人嘅耳仔都唔係好聽到嘅。呢四支叫 Finger Brace 或者叫 Side Brace， 佢主要咧係用嚟維持面板嘅弧度同埋防止面板周邊呢啲位置撕裂嘅。所以啱啱講到嗰啲 X-Brace 啊、呢個 Transfer Brace 啊同埋呢啲 Finger Brace 咧，基本上係所有 X-Brace 結構嘅吉他都會有嘅。只差咗喺唔同嘅吉他設計上面咧，佢哋嘅高低、闊度啦、擺放嘅角度同外形可能有少少唔同。所以如果你係做 X-Brace 類型嘅吉他咧，你最大可以轉變嘅位置咧，應該就係通巴呢度啦。音量嘅排列方式會影響面板嘅振動模式，所以唔同嘅擺法出嚟嘅聲音都有少少唔同嘅。所以其實吉他通巴嘅位置咧，你中意咁樣擺又得，反轉擺又得，大交叉又得，甚至係整個井字 Lattice Brace 又得。或者你中意好似古典吉他咁擺翻個線形喺下面都可以，冇所謂對與錯嘅。咁如果你問乜嘢係最好嘅 bracing 設計呢？呢個問題再過多1000年都唔會有答案。而現實係喺地球上面，大家公認好聲嘅吉他呢，係乜嘢音量設計都有嘅。喺開始講 voicing 之前呢，你要知道鋼線吉他同埋用尼龍線嘅古典吉他呢，佢哋之間有啲根本嘅分別，從而影響到佢哋音量設計會完全唔一樣。鋼線吉他用嘅張力非常高嘅金屬線，而金屬線嘅聲音咧係非常明亮同埋多高頻嘅。而古典吉他用嘅尼龍線咧，通常係比較多低頻嘅。所以古典吉他傳統嘅線狀音量 frame bracing 咧，係有好多縱向支撐嘅線形音量喺度。呢種設計咧，通常會令到佢嘅高頻突出同埋明亮嘅。而鋼線吉他傳統嘅 X-Brace 設計咧，就同古典完全唔一樣。佢有好多橫跨面板木紋嘅音量。而且排列上都有非常大嘅斜度，從而對面板比較弱嘅地方進行加固。因為面板用嘅木紋方向呢，你呢個方向彎佢呢，佢係好軟嘅，而呢一個方向呢就好硬。所以鋼線吉他傳統嘅設計呢，係加強呢一個方向嘅強度。所以其實所有吉他音量設計嘅始祖呢，係一種叫做 Latter Brace 嘅東西，佢係咁樣嘅。非常簡單咁加強呢一個方向嘅強度。當你明白咗以上嘅所有嘢之後呢，你就會知道其實鋼線吉他呢係比較難做到一個好 rich、好 deep 嘅 bass 嘅。所以喺 tune 個面板嗰時呢，就可以向呢個方向進發，研究點樣增加個 bass 嘅 response。咁依家我先測量個重量先，通常會測量一開始同埋最終嘅重量，用嚟做個參考。咁呢塊面板依家嘅重量呢，大約係216g。咁俾多少少數據大家，我呢塊係一塊2.1mm 厚、強度重量比非常之好嘅 Adirondack Spruce， 而所有嘅音量呢，我都預先切到差唔多形狀嘅。好啦，咁喺開始之前呢，先俾大家聽下個面板 tap 通嘅聲音如何先。咁如果 tap 通嘅高頻太多，面板太緊太實呢，呢個就未必係我哋想要嘅結果啦。咁第一步呢，我會通常將呢個通巴削成三角形先嘅，因為音量嘅強度呢，主要嚟自於佢嘅高度。高度嘅變化呢，對於立方體嘅剛性影響非常之大。所以如果你想弱化一支音量呢，直接削矮佢就得啦。
當高度降低2成嗰時咧，佢嘅乾性大約會減少一半。所以對呢啲預先刨好咗形狀嘅音量咧，通常我都唔會改變佢高度先嘅。如果你想啲音量輕身啲咧，將佢改成三角形，咁佢哋嘅重量同強度比會非常之唔錯。所以我依家先會將兩支通巴收成三角形先，用刨仔。咁我依家會將呢個通巴嘅尾部收到最矮，咁可以降低呢個位置嘅乾性。因為之後咧側邊都會連接側板啊，所以都好硬淨啦。所以呢個位置咧唔使咁強都得嘅。咁削完兩條通巴嘅尾部之後咧，我下面呢支通巴咧通常比上面呢支矮少少嘅，所以依家我會調整一下呢個通巴嘅高度。咁高度嘅調整咧係對面板音色影響非常之大嘅。咁通常通巴中間嘅最低點咧，我都唔會低過3mm 嘅。咁依家嘅通巴咧，我諗就做好咗8、9成啦。我哋再聽下個效果啊！咁呢4支 finger brace 咧，除咗維持面板周邊嘅弧度之外咧，仲可以防止呢啲位置嘅裂開。咁其實你整到好矮都可以嘅。我甚至做過幾支吉他係冇晒呢4條 brace，個聲都唔錯嘅。依家我準備削呢4支 finger brace，我會削到佢非常之矮嘅。都係一樣啦，近面板周邊嘅位置咧，會削到近乎冇嘅。咁通常喺成個 voicing 嘅程序入面咧，基本上我就用3樣工具嘅啫，刨仔、鑿仔同埋之後用嘅砂紙。咁通常呢啲 finger brace 嘅最高點咧，我大會削到得返3mm 左右。咁啱啱所有步驟都做完之後咧，我就會慢慢用呢個刨仔同埋砂紙，將某啲我認為需要降低嘅音量嘅最高點刨一刨佢，開始慢慢 fine tune 少少啦。咁我哋邊 fine tune 咧，邊彎下個面板，感受下個強度變化啦。咁現階段咧，會希望個面板係有啲彈性，敲落去有啲回音嘅，唔會好實。繼續微調少少。咁直到依家咧，我諗成個面板音量嘅調音部分咧，應該都做咗8、9成㗎啦。最後咧，我由呢個80號砂紙慢慢散上去到320嘅，將所有音量啱啱啲刮痕全部磨翻靚去。主要係美觀作用嘅啫，對重量變化應該好細嘅。依家測量下面板嘅最終重量，大約係203g。咁依家所有音量都磨好晒啦，我哋再聽下最終成品嘅聲音如何。最後啦，仲有一樣嘢要做，可以令到成個面板升華去到下一個層次。簽名。
咁成個面板 voicing 程序咧，到呢度就大功告成啦。咁其實當我面板合咗上側板之後咧，我可能會再微調少少，因為當面板側邊嘅位置黐咗上側板之後咧，個震動又會唔同咗，可能又會需要再輕度微調少少。然後你合埋背板之後，又會有啲唔同。油漆後、黐琴碼後同埋上埋弦之後咧，你個面板嘅震動都會有少少唔一樣。所以甚至有啲人咧會成支吉他做好之後上埋線，再伸隻手落去慢慢 fine tune 啲音量嘅。咁其實做 voicing 咧有好多種方法嘅。咁我依家淨係示範我用緊嘅方法。咁你可以參考，但係未必完全適合你嘅。咁你要揾一個方法係對你嚟講容易做，同埋容易喺每一把琴上面重複，冇所謂正確或者錯誤嘅。咁你話有冇科學方法可以計算出點樣可以將個面板 tune 到最好聲呢？呢個問題就好似我買塊牛扒翻嚟，然後你話俾我知有特定嘅溫度、時間、調味可以做出最好味嘅牛扒。問題係嗰個所謂嘅最好係咪你中意同埋想要嘅呢？人類聽覺嘅心理學係非常深奧嘅學問。當你見到一把吉他嘅外觀啦、木材簡介啦、音色嘅評論同埋價錢之後呢，你可能會比較難好客觀咁去評論一支琴嘅音色。如果你係好單純咁想比較音色嘅話呢，最好嘅方法就係 blind test， 即係合埋眼咩都唔知嘅情況下，直接試音，比較下幾支琴，睇下你中意邊一個。咁我比較幸運，好多世界上公認係好聲或者好貴嘅吉他，無論係古董定係出名嘅製琴師做嘅作品，我都試過。喺聲音上呢，有啲係非常驚喜嘅，有啲彈嗰時就冇乜深刻印象。通常我喺整一把吉他之前呢，如果可以直接接觸到個用家呢，我會同佢溝通下佢想要啲咩手感，乜嘢類型嘅聲音，然後就由選材料啊、bracing 啊、voicing 啊，慢慢向嗰個方向前進。咁呢種個性化呢，就係我認為手工吉他同埋廠琴一個好大嘅分別。今集分享到呢度，有咩問題歡迎留言交流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